研究会深入实际，重走访不辞辛劳。朋友们，大家好。1982年，北京舞协八卦掌研究会成立之后，创办了26家辅导站，创办了会刊，同时举办了多次裁判员、教练员的培训以及表演大会。这些举措加强了八卦掌各支系的团结和交流，加强了理论学术研究的氛围，促进了八卦掌的传承和发展。八卦掌研究会老会长李子明先生不仅注重八卦掌技艺的传承，同时重视八卦掌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和发掘。他根据八卦掌2世、3世名师的口述以及自己收集历史资料，亲自撰写了《八卦掌名家轶事》。80年代，在出版发行尚不开放的时代，子明先生找专人刻钢板油印，然后把这些八卦掌名家轶事的油印本送给习练者、爱好者和武术研究者，为了使八卦掌先贤的故事和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80年代初，在中国武术发掘整理的时候，子明先生还带着自己的弟子和传人来到了董海川先师的故乡进行调研。20多年前，子明先生的入室弟子李功成这样回忆：老师来讲呢，曾经到过来讲呢河北省安平县，到那儿进行采访挖掘，确实挖掘出来了2本现装订的。后来来讲，对八卦掌的这个总结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那老先生来讲呢，就已经快80了。为了发掘整理八卦掌的历史资料，子明先生极尽全力。80年代，道路交通尚不发达，上了年纪要出趟远门，不是租车就要想办法借车。20多年前，李子明先生的入室弟子郭志善这样回忆：就老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是志善呢，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八卦掌的这资料整理成能写出书来，留给后人。你抽时间跟我考察一些地方，走一走，另外和我一起帮着我把这书写出来。于是郭志善陪同恩师李子明先生，先后到了火神庙、程廷华先生故居，还有西北望以及河北省的安平、涿州、冀州等地，走访八卦掌名师的故居和故里。在走访火神庙、程廷华先生故居时，还看到了当年形意拳名家郭云深先生与程廷华先生试手时留下的痕迹。郭云深先生与程廷华先生是同乡，有一年郭先生来到北京拜见程廷华先生，要与程先生试试手。程先生一见郭云深先生一个崩拳打来，劲儿很猛，于是就使了八卦掌的一招脱身化影躲开了。郭先生这一拳便打在了门框上，门框有15公分宽，很厚，顿时就裂开了一个口子，后来就用铁锯子给锯上了。80年代，子明先生带弟子郭志善走访火神庙时，看到铁锯子还钉在门框上。这些走访中的细小事情，也反映出子明先生对八卦掌历史的高度重视和对先贤的尊敬。说起走访中的故事，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走访涿州八卦掌2世名家刘凤春先生的故乡。现在涿州建设得非常美好，交通也特别的发达，但是当年可不是这样。子明先生的入室弟子郭志善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临行前，师母给我们爷儿俩准备了热水和干粮。师母知道外边饭店卫生条件差，尤其是农村，蚊蝇太多，怕我们在外面吃坏肚子，就让我们带上水和干粮。我们开车从北草场胡同出发，到琉璃河水泥厂后就没有汽车走的路了，因为是农村，全是庄稼地，
只有坑坑洼洼的田间小土路，又因刚刚下过雨，小路泥泞，加上前面在修路，汽车是开不成了。老师与我商量，将汽车存放在附近的老乡家里，我们爷儿俩就带上水和干粮，徒步走在泥泞的湘江小道上。渴了就喝口水，饿了就啃几口干粮，累了就在田埂边上歇一会儿。后来恩师部子都累得蹒跚了，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那时恩师已经80几岁的人了，我就说：“老师，我背着您走吧。”老人家说什么也不答应，还是顽强的一瘸一拐的慢慢移动着脚步。看着老师的背影，我不禁鼻子一阵阵发酸，差点流出了眼泪。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师徒2人终于找到了八卦掌20名家刘凤春先生的后学史建华先生家中。当时史建华先生家只有3间北房，连院墙都没有，院墙是用熟秸秆加成的篱笆墙。史建华先生见80多岁的子明先生风尘仆仆地来到寒舍，特别的意外，特别的高兴，又特别的热情，马上打来热水让老先生洗洗脸。一会儿老伴儿又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斟上了衡水老白干。饭后子明先生便和史建华先生聊了起来，他们谈到八卦掌20名家翠花流的英雄轶事，谈到了八卦掌的传奇故事，从古谈到今，也聊到了中国武术的现状，越聊越兴奋，简直刹不住车，一直聊到了深夜。最终李子明先生说出自己为了保护拯救中国武术文化永不失传，想将这些宝贵的资料编著成书，千秋万代薪火相传，永远光大。这样就没有辜负武林前辈的愿望，也能让老前辈们含笑九泉，同时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武林后学。子明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深深打动了史建华先生。那一晚2位老人只睡了2个多小时，天更蒙蒙亮又起床，2人在院中比划起八卦散手。2个人交剑的身影就像一幅剪影，现在我们想来，脑海中都能呈现出当时的景象。也希望先辈们这种求真务实，为了传承传统武术，不辞辛苦忘我的奉献精神能够世代相传。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历史故事。